好，今天我们最后的特别节目来揭开于朦胧的这个命案背后没有什么特别的真相呢？我们要来关心，在9月11号这一天，这位是中国大陆的知名男星于朦胧，他离奇的坠楼。但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是，隔天警方就火速定调这个是饮酒意外，甚至当天就已经将他给匆匆的完成火化，所以大家就引起了这个舆论上面很激烈的讨论，认为说真的只是单纯的意外事件吗？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有许多的细节现在在网络上面、新闻报道上面一一浮现，包括从直播好像疑似看到了于朦胧在求救喊救命的一个现场画面，等一下我们会带观众朋友来看这个画面。第二个是从监视器画面到死亡犯局名单层层加叠之下，好像就是事先安排好的一个剧本。刚刚提到的他在直播里面暗号喊救命的画面，我们先来看一段现场最新。好久没有直播，有点尬。真好吃的。对啊，又卡了啊！救命啊！好，包括刚刚我们看到他除了好像疑似这个唇语喊救命之外，还包括了他这个求救讯号。直播的时候比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540手势被解读，这个是国际通用的求救的一个信号，因为它不断的有这个手势。那比较让大家担心的是，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全网消音了。陈晓东喊话，希望这个检察公正，结果5分钟之后他的 po 文消失，包括他的恩师宋祖德也怒斥，结果1秒就已经被秒删文。最后是向太，他直接说了这个事情他讲不了。大使怎么看？这背后牵扯什么样子的一个力量？对，其实今天谈这个案之前，我前2天啊，就有人跟我提这个案子，很奇怪啊。我说，哎，今天怎么会谈这个案子啊？当时跟我提的，我去参加一个很基层的活动啊，然后有一位女士来跟我讲，说你认不认识于朦胧？我说没听过。她说她斩钉截铁，她说这个中间一定有问题。我听他讲话，平常可能是大陆来的哈，在台湾可能是，嫁到台湾来的话，那他对大陆我说我不了解这个人啊，他说他不可能自杀，不可能自杀，这个就激起我对这个案子有点兴趣啊。当然这里面有蛮多疑点的，就变成就是说他这个好像没有这种所谓的这种自杀的动机，而且这个。有一些疑点在里面，我刚看了很多细节啊。可是问题是说，他的妈妈事实上刚开始是非常的伤心啊。可是事过了以后啊，他也发了一个po 文，写得蛮长的。他是要大家理性看待。那这些我认为就是怀疑他的死因的人啊，那就会变成怎么讲？会觉得这是有蹊跷的哈，让他妈妈出来写这一份。那会写这一份，也就是我认为就变成就是说，大陆网民之间很多人都怀疑他的死因，这是一个现实，那才会有这样一个情况。不过说实话，这么一个年轻的这个条件非常好啊，而且过去有被这个怎么潜规则过3年的一个影星哈，当然他突然的过世，而且是用从这个表面上看好像是自杀的方式啊，那我觉得应该不是用消音的方式，而是应该再深入来调查，把这个事情弄得更清楚一点啊，要不然就我那天碰到的那位女士，我觉得她就好像是非常认定说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怎么样。当然这个她所处的环境呢，我们只能想象，可是不晓得她真的情况。不过这个案子不晓得还会不会继续发展。那么怎么说这么年轻，这个条件这么好的一个年轻艺人啊，突然消失在公众面前，我想大家都会有很大的疑问，都很希望多知道一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有很多的疑点，刚刚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他喊求救之外，还有据说有这个藏头诗。后来拼凑起来变成说今天我要死等等。那么他也在直播的时候丢下一句话说，如果哪天我突然消失，记住那绝对不是意外，所以大家才会这么的关心。另外大家也在看说是否这个背后涉及到金流的黑幕，是否当时他掌握了不正当的金流证据，恐怕会告发，所以他把它存在一个红色的 USB 里面。那是不是这个洞下杀手的这一方要把这个录音给毁损掉呢？像这个又怎么看？这个背后，首先要知道于朦胧他不是1线男明星了，如果非要归类他，大概在3线左右，他就是所谓男2号、男3号这样的角色。
他在经纪公司里头大概推他，但是也没有全力推。但现在这个案子有2个很确定的怪，第一个部分是死法很怪，因为他跌落那个窗户的地方不是可以轻易跌落的，是要爬出去才能摔下来的。如果真的是醉酒的话，怪，所以死因怪。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讲，警方快速结案，网络快速删除，妈妈快速说没事，这个东西怪。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当中就会有所推论。要知道，这个案子在开始第一时间还没有被重视的时候，有一些目击者，包括现场宾馆，他们就直指了包括2个人在内，一个叫辛奇，一个叫陈青松。那他们其实都影剧圈里头，甚至有人认为其中某位他基本是中南海的私生子哦。所以在发生事情之后呢，包括这些人的所有的资料都清了干净，连过去新闻都没有了。为什么要清掉？这个是什么？所以有很多的悬疑点。但我认为现在这整件事情，从我们外人来看，最特别的地方是灭不了。按照道理都已经清干净了，为什么日以继夜的灭不了呢？而且扩散到境外。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情，当然因为娱乐性的这个东西的族群，很多人觉得这个当中死因一定有问题，而且如果有特权孙子，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陆，所谓这些红2代、官2代、红3代、官3代、富3代，很多都在娱乐圈，坐在里头做一些投资者，背后都厉害的关系，所以中国大陆很恨这些特权，还把人家人命弄死。我认为这个东西在推动这个事情，在中国境内消除不了。除此在境外当中反中共的，当然特地一直在搅和这个事情。我们在台湾绝大部分是这样子的境外因素在推动，让这个案子灭不了。我现在是在看这样，抖音啊、微博公众号只要谈就被删掉，但现在有一个东西还没有处理，就微信。有时候大家在当中个别的谈论这个部分问题，还没有被网络干预，所以还留有一些空间。所以如果查得更透，我个人认为那就哇，刚刚怀疑的东西很可能哦，是不是真的中南海的谁谁谁的私生子？但如果就到此为止，也没有继续在追杀娱乐包括粉丝这个部分的力挺，我认为就是可能中国大陆还有一些官方宽容的空间。那干哥要怎么看？好，这个案子是我本来就跑社会新闻。说句实在话，我一看到这个案子，我只有一个冲动，我要去现场。只有去现场，你才能够知道他从哪里摔下来的，他怎么摔的，他摔下来的姿势是什么，他的死因是什么，他主要的伤口在哪里，他被送医的过程几分钟，送到哪个医院。我把我刚才讲的重点都是我们记者要跑的东西，所以他的伤势我们一定要知道。警方的说法，也就是公安的说法。这件案子为什么会让这么多网民们这么有兴趣去讨论，还造成了3位女士被公安直接带走？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公安认为他们写的都是农场文，因为都可以说，我已经说，这个于朦胧最后被人开肠剖肚，拿出了红色 USB， 这个 USB 是有关于可能是，官方的高官他们洗钱的不法证据。我说句实在话，那叫侦探小说看太多为什么？因为你要从那个故事跳到这个故事来，它中间没有连结性这是不能被接受的。但是于朦胧被雪藏是不是真的？是，他被雪藏了6年。他从拍那个就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还有这个什么太子妃升职记等等之后，他就没有更新的作品了。那个上次刚才讲的没有错，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没有争到男一的位置，所以大家就了解到这个案子里面可能牵涉到影剧圈不管哪里的影剧圈都是如此，韩国的、台湾的，甚至大陆的也是一样，都会有一些潜规则。但是我知道思敏，你晓得吗？他所受到的潜规则，不仅仅是女人要包养他，也有男人。所以我说的够明白了，这个案子没有那么单纯。我现在来讲一下，当时这个参加这个9月11号这个死亡聚餐，也就是这个聚餐结束以后，半夜凌晨。他从那个窗户上面跳下来，他是被跳下来还是自己跳下来的？那警方认为说他们已经调查完成了。当时当天他们的聚会有17个人，当然第一个就是导演陈青松，第二个是制片人方丽然后再来是演员高泰宇宋伊人
这个都其实老实讲，其实他们都是很熟的朋友。还有编剧吉光光啊，还有歌手焦麦琪和他的经纪人和他的助理。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女星田海蓉啊。田海蓉其实是一个财力非常雄厚的一个角色就对了。那但是这些人在那个整个饭局里面，到底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说句实在话，这些人的笔录才是我们真的要看的。你没有看过这些笔录，什么定论都不要下。难怪我们今天说看完这个案子，这么多人在传闻的时候，宋祖德、于朦胧的恩师，他说这叫做丧心病狂，5分钟之内他的微博就被删光了。再来，陈晓东他的好朋友说什么？17个人里面总有一个人要出来讲话吧？没有人要出来讲实话吗？5分钟之内也全部删光了。我觉得我现在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在其他的地方，就比如像发生在台湾的话，于妈妈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帮你光宗耀祖赚大钱的儿子，突然没了，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不可能在48小时之内他情绪就平复的，他要经过多少的安抚？结果48小时之内他就说，我的儿子真的是出于饮酒不慎而意外死亡。如果今天换作是我们台湾的新爸新妈的话，保证开记者会，保证上街头，保证找记者，保证呼天抢地，这些都没有，这不符合于常态，啊。那但是呢，你要讲到那些他们那些这个农场文里面说，于朦胧啊是根本因为他有了这个高官洗钱的关键死亡 USB， 然后呢不但把他丢下去之后，再送到医院里面把 USB 拿出来，再把它缝合。难怪你看到他第2次再从楼上被人家丢下去的时候，他的腹部有很多绷带。所以像这些传闻都是不应该的、不需要的、不必要的。公安必须要把整件事情连结起来，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真相。那现在就以意外来这个结案之后，我的感觉是说，传闻会一直传闻下去，因为毕竟它是一条人命。大陆上有很多潜规则，台湾也有很多潜规则，世界各地都有潜规则。但是中国进步到这个年代了，应该要把这样的案子跟大家讲清楚，不然像2022年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到现在没有结论，因为主事者已经被抓了，可是当事人被打的4个女子，到现在没有人一个人敢出来讲话，记者不能采访。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必须要好好改善，让大家能够接触到真相的实际问题。好，谢谢干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